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9号。前天比特币上涨，昨天比特币就下跌。很多朋友最近被比特币大盘搞得有一点晕头转向，也是不明白目前的整个方向到底是要继续往上涨啊，还是说会下跌。那我早在 YouTube 上面11天之前的视频，这个方面就开始给大家计划，有可能目前比特币的大盘它是以横盘为主，也是画了好几天哦，都是在画矩形，不要往上去追哦，有可能它还会压回来，矩形，连续画了有10几天了。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它目前的原因有几点啊，一个是这个三角形的形态，包括昨天也是在跟大家提醒，4个小时跟日线的收盘，你一定要观察8点的时候，它最好能收在这一个下降三角的上方，那有可能就是压力可能是冲过去了，但是过不去啊。包括昨天推特上面也是提醒大家，4个小时下降三角的压力 23.3K， 尽量以4个小时和日线收盘为准。24小时交易的市场，看盘中经常是会过，但是你收盘会不会过才是主力的决心。如果不过的话，有可能就是主力他没有想过要进攻啊。那现在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再跟大家讨论一下这种三角整理的形态，我们要怎么看空间来应用？因为历史上有很多三角，比如说这个位置，当时也是跟大家讲，它是有一个上升三角，以往的经验，上升三角一般要往上去看了，后面是压回来，也是跟大家讲，不排除它会再反到这个三角形的上方，或者是这种上升三角，它方向也是往上去看的。包括历史上的，比如说很多位置，一般上升三角基本上方向都是往上去看的。那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或者是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昨天有提到的那一个哈根阿喜指标。波段的投资者，你不用天天短线啊，你只要等这种哈根阿喜指标泛绿的时候，你看搞一波就是一整波的大波段。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嘛，这个三角形整理的形态要应用的一个重点，它如果是在空间高档的位置，那现在不涨，一个原因是这个位置有一个下降三角，我们看4个小时是更明显，下降三角也就是这一个区间的整理区间，这种下降三角一般是预示着它价格有可能会再往下跌哦。包括这个位置出来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不排除有可能还是在矩形箱体震荡。你尽量如果要搞的话，就看一下这个矩形下沿的位置，看还有没有买点。那现在下降三角很明显的观察是在4个小时，我的观点是，我们就以4个小时来对待。它如果要过的时候，必须要放量，但是这一根大量我们可以看一下，量是很大。你看1个小时，它是一个下跌的量能啊。所以这个位置跌的时候是放量的，那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还是以震荡为主来对待。如果它要过这一个下降三角，必须在4个小时收盘过了这一个 23.3K， 也就是前2天给大家交代的这一个压力位。那至于支撑位，就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一个22,300美金，有可能会在这个区间来波动一段时间啊。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三角形或者是矩形整理形态的时候，我们要看空间的位置，一般方向都是往下去看的，但是也有例外哦。你要看空间，比如说当时这边也是有一个下降三角，看空间的位置啊，它是在空间1年多的低档位置，下降三角也不一定就是说真的就要往下去破，它后面也会有高点啊。它走了一个破底又翻上来，有时候形态比较短的形态，它挖陷阱的概率会相对比较高，所以应用的时候，一是看空间，二是看它整个形态的区间范围，时间到底长不长。像这种短线4个小时的形态，有可能就会化解掉，它会变成一个矩形，也都有可能啊。那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比如说这种上升三角。上升三角如果是在区间相对低档的位置，比如说1年多的区间低档，这也是1年多的低档，那你尽量以方向往上去看。当然，如果有黑天鹅事件的话，它压下来
也有可能会失效。像这个位置它也破了一次，但是最终也是上来。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比如说三角形态的一些位置，也要看空间跟时间。比如说当时在这一个20年的几个三角形的形态，我们要看一下空间，它是比如说17年的高点2万左右，跌的空间也是相对比较深的位置，而且长达1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涨上去，后面是在挖坑。这个位置是疫情底的位置，后面是只是刚涨上来不到1倍左右啊，所以也要看空间。它不是涨的，比如说5倍、6倍、7倍，甚至10倍的高档位置，那有可能上升上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只涨的不到1倍啊，所以我的观点是，像这种也要看空间，以及它的一个时间是横的相对比较长，这个位置三角也是相对比较长的一个，只要突破，有可能买点还是买点。最终还是会上去啊，也要配合当下整个市场的形态。那现在短线的空间，我想跟大家讲，短线它其实也是涨了只有不到40%吧。那至于空间的话，中线跟短线它空间是相对有一点高。至于时间的话，其实这个三角，我的观点是，不然你就不用去管，有可能还是以矩形震荡为主。然后这个位置它行情为什么这么焦灼，一个上涨一个下跌，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个美元指数，想跟大家讲一下。美元指数这几天又不涨了，也可能是比特币最近一直在焦灼的原因啊。美元指数也是一样，跌一天又涨一天，为什么？主要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箱体，箱体它的压力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过这个压力。当然短线我也不好判断到底会不会过，就整个趋势来看的话，美元指数现在是有一个短线的一个趋势，所以这根出来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你如果要再搞比特币，尽量等压回。那另外美元指数这样子，比特币这样子，主要一个原因还是为了等待下周二，也就是14号亚太时间晚上9点半的时候，美国要披露一个 CPI 的数值，因为一直在往下掉嘛， CPI 目前的数值是在 6.5， 那周二的时候整个机构预测的一个值是在 6.2， 我们到时候要去留意一下最近土耳其地震或者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有没有可能升级。我的观点是连续掉了几个月，从之前的9点几一直掉到 6.5， 是一个长线的利好，但是最近美联储加息开始有一点放缓，50个基点25个基点，所以我的观点是下一次我们要去留意一下，如果万一不达预期呢，只是在6.3，那有可能会不会破这个局限。反正中线我的观点是，朋友们你尽量耐心一点吧，如果真的还要搞的话，短线你就以这个矩形的低档为主，看要不要做低吸，整个中线留一点资金，万一是它真的破了这个局限，会不会下翻一个矩形，也是跟大家计划了有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哈根安喜指标，昨天不是有跟大家提吗？你如果波段的投资者，你尽量观察，当比特币有一个横向区间震荡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不用看这种 K 线图，只要看这一个哈根安喜指标就可以。当然不是保证每一次都会准确哦。当你逮到一波真的绿柱放出来，比如说你做多，这种波段出来的时候，有可能都会抵消掉你所有止损的那一个亏损的金额。技术派不是都懂吗？只要它在底部的位置区间震荡时间够长，一往上突破，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看这个指标不是一样吗？它就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你只要在绿柱放出来的时候，在这种位置突破的时候，买都可以买啊，就是一个大波段。用起来的话是相对比较中线的一个操作手法，你如果要短线来应用的话，我是没有用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前面在 0.09 又买了一些短线的仓位，到现在也没有卖哦。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昨天的一个观点，狗狗币目前不然就以这个箱体震荡来对待，如果它要破这个箱体也是不排除，因为目前一直在缩量，而且明天是礼拜五，估计周六周日可能也是会缩量，所以也是看到最近狗狗币也是非常的焦灼，到底是要涨还是不涨。那我们也要防一点，万一它破了这个箱体，有没有可能重新返回到下面的这个下箱体？你尽量在 0.08 这整个附近，或者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支撑区，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来到这个位置。没有来的话，期货的话是先等一等。
我的观点是现货倒是不担心啊，包括之前底部买的一些现货，基本上还是一直抱着，因为当时也是跟大家讲，这个位置0.05、0006的底部不一定破得下去啊，它也是横过去21年3月份，当时这边是一个主力强势的洗盘成本区。为什么是洗盘？因为它后面是这样上去的，那说明这个位置就是主力的洗盘成本区，而且时间是非常的长，所以0.05、0.06有买的筹码，还是给我耐心持有吧。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以太坊。以太坊其实还是一样，你就以箱体震荡为主来对待。至于短线上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跟比特币一样啊，这一根 K 线拉升的时候是有量，但是量能在1个小时里面，它是一个下跌的一个量能。可以看一下这一根 K 线，它是下跌一个量能，所以短线的朋友，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你如果真的有在这些位置跌下来的时候做多，短线去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不能破，如果破的话，有可能会不会还是就是整个大箱体来区间震荡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 YouTube。